我们这块基本都那事儿的。那从俄罗斯进了一批那个妇女，我爷爷在那边，时间长了，他老找个媳妇儿，苏联姑娘好啊，就在那儿找个媳妇儿，生俩孩子。在中国几乎最北的中俄边境线上，有一个鲜有人知的村落，那里生活着一群特别的人。如果从外貌看，你不会相信他们是中国人，因为他们长着俄罗斯人的脸。这一片堪称中国尽头的荒原中，他们的房子依江而建，游过黑龙江，就是他们熟悉又陌生的国度俄罗斯。今天这个乡村约几十户人家，约300多人，其中约一半为中国的俄罗斯族，他们和当年闯关东而来的汉族为邻。这一个北国边境线上几乎籍籍无名的乡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现在从顺克县打了一辆 taxi 去边疆村。那这里跟俄罗斯隔江相望，有没有俄罗斯的人过来这边呢？他过来，他不会从这儿过来，他俩从黑河过来。啊，他这块江不让过，他从黑河过。黑河的话就会很多。离开上级中俄边境线的伊春市嘉荫县后，我沿着黑龙江江畔一路北上，来到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顺克县。顺克县位于黑龙江省北江小兴安岭中段北麓，黑龙江中游南岸，隔黑龙江与俄罗斯阿穆尔州米哈伊洛夫区相望，为国家一类口岸城市，全县面积17300多平方公里。清光绪32年，于此设毕拉尔路鄂伦村协领公署，管理鄂伦村民族的军事和狩猎事项，是为顺克县地区建制之始。然后从这边给你进，从你村里走一。啊，可以的。我现在在黑龙江省顺克县啊。这里跟俄罗斯是隔江相望的，然后这里有一个俄罗斯族第一村啊，咱们进村里面探访一下，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族人过着怎样的生活。Let's go。再见了。这里生活着中国为数不多的俄罗斯族人啊，咱们去探访一下。对面写着2024年顺克俄罗斯族巴斯克节啊，大概是俄罗斯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吧。我好奇这个广场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哎？这个建筑是什么呢？咱们待会走近看一下。你看这里有国旗，有套娃。诶，这广场挺漂亮的，我想跟村民聊一聊，但是没有看到人啊。咱们在村子里面慢慢走一走吧。顺克县是黑河市的一个下辖县啊，然后边疆村是属于顺克县的一个村庄，距离顺克县大概有10公里左右吧。然后顺克县呢，大概3-4天前下了2024年第一场初雪啊。你像县城的雪基本已经化了，因为它有这个清雪车嘛，而村里这个雪呢还是比较厚的一个积雪。你看我这个鞋踩的，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有几厘米厚的一个积雪啊。
从逊克县县城打车来村里花了30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距离啊。在走村串巷探访之前，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逊克县吧。逊克县是处在小兴安岭的中段的一个北路的位置啊。刚才在逊克县我也看到了很多以红玛瑙命名的一些街道或者是餐馆呀、酒店啊，因为这里盛产红玛瑙啊，被称为是红玛瑙之乡啊。而这里除了红玛瑙以外呢，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达到64%。资料显示，它的森林覆盖面积呢有1600多万的平方公里啊，所以这里的林木储量非常大。这里的山货或者说是野生动植物资源呢也比较的丰富啊。而从2020年的一次人口普查来看啊，这样逊克县它的人口是8万多，而刚才的出租车女司机告诉我，她觉得现在应该是有10来万了。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冰天雪地里白雪皑皑的这个边疆村落里面这一份安静，这一份静谧啊。你听吧，这里给我一种万物寂寥的感觉，只能听到小鸟在鸣叫，还有风把旗子吹得微微作响，还有我脚步的踩在雪上的那个哒哒声啊，非常的静美。这里有一个罗西亚餐厅啊，是一个西餐厅。餐厅关门了。G331最美边防公路啊，咱们这几天就一直沿着这条公路走的。然后这里龙江老兵驿站，边疆村支部委员会，边疆村。今天是周五啊，但是我感觉这些办公处都没有人啊，都是大门紧闭的一个状态。边疆村中治中心，一个叫欢度巴斯克节。哦，那里有一个护边员啊，我问一下他是怎么能找到俄罗斯族人聊一聊啊。5星级文明户啊。这小狗在阳光照射下很可爱。你好，我是过来旅游的。您知道哪里有俄罗斯族人吗？都上县里了。你广西的。自己来的啊？咋来的？这个坐汽车来的。汽车啊？对。那不去到南有一家，对啊，到南有一家。那边有一家。第三，您是俄罗斯族吗？我是3代。3代，混血。啊，再见。夏利恩山啊，看这街道啊，还挺宽阔的，几条小狗，还有几只鸡。没人啊。咱们看到啊，很多人家呢，他门口院子里都堆得满满的玉米苞谷啊。这只小白猫，喵喵。我说您家这个今年收获挺大呀，这么多玉米。这里是几亩的玉米呀？现在玉米能卖1块钱1斤吗？现在卖不了。哦，能卖多少钱1斤8毛多钱。8毛多啊。刚才那位大叔啊，一张俄罗斯人的脸啊，然后我往这个路靠近他家的时候，他把这个铁门给关上了。可能是我一直以来的乡村探索遇见的当地村民都挺热情好客的，所以在这里那位看见我之后，远远就把自己家铁门关上，躲到屋子里面去的俄罗斯族大叔，对我好像避之唯恐不及。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那北大荒那个拍那个电视剧偷这有10来年了，这个。就根据这个上海的一个作家写的呗。叫戴建国，他就在这个屯子下乡了。哦。他写的一部书，根据他的书拍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呢？叫北大荒什么玩意儿？所以呢？就
这不都香港人都过来了？哦，就看了电视剧就过来了。这地方夏天老了，什么江苏人、河北人、那山西人，哪的人都是。你上这避暑来，这老凉快了，没有34、5度的，顶多1、2天。最热的天赶哪一年有个4天5天的。都不用空调。剩下都是20多度。就是老毛子了嘛，咱们经常也叫人家老毛子了，是喊人苏联人，就这样喊嘛。人家不乐意了。人家不乐意，人家都多少代了，都是他们的老辈儿都是汉族人，都是老辈儿的，就是他奶奶。2战的时候，这苏联都把这男的都给打没了嘛。他们这个老太太啥的过来了。这里写着边疆村边疆大街。大姐你好。总共有多少个俄罗斯族人啊，在村子里？在村子里还不得占一半啊？有一半。差不多。你们平时跟他们打交道吗？都在一块过日子，咋不打交道？语言交流都没问题啊？没问题，有啥问题呀？我以为他们只说俄语啊，他们会说俄语吗？不会，他这会都好几代了都。他的那个祖宗是俄罗斯人，那下一辈一辈的传下来那个他都不会。所以祖宗是从俄罗斯那边迁到这里的。对。他们想回俄罗斯，不想啊？那人都没有老人了。他来这好几辈的人在这嘎扎根了，就永远在这了。这多少年了？这几辈人了，4、5辈人了，你算算他还回去啥了？您是山东过来的吗？我们是爱辉省，基本上都能占一半差不多。占一半，人口大概有多少？人口好像是现在也说不准，这有的都走了，这地方人一到冬天人都走了，有的都是有打工的，好像几百口人吧，300多口人也是这样。这个村总共有300多口人。对。俄罗斯族占一半。对。有上南方的，有打工的，有考学走了，年轻的，上学走了，完了有的上县里头了。你咋不去县里住楼房呢？楼房多暖和呀。楼房暖和，我们岁数大了，买楼也买不起了。你算算吧。也好，您这个院子看着住着也挺舒服的。是啊，这挣点钱，这年轻时候挣点钱都哭不上了。你说盖这个院子花了多少钱？好几万嘞。就您跟您老伴2个人？就2个人。小孩呢？都走了，70来岁了，还那不行了，干活干不动了。过2年嘛，自立都自不动了。不愿意跟小孩一起住。对，现在都自己过自己的。不方便。这个随便在底下走，那个上来下去不方便。不方便不习惯，就是在这嘎达住年头太多了，故土难离呀。故土难离啊。让我们去我都不想去，为了人家10来个小鸡儿。10来个小鸡小狗呢？小狗有1个，完了就是喘气儿的就剩仨了，一个狗2个人，完了夏天就是种小园子。现在还很暖和，这过去这个月就冷了。最冷有多少度呢？30多度，零下30多度快到40度了，38、9度，40来度。那对老人来说很难受啊，很难受。可不难受呗，你不烧可以冷。就这个样子，就这么对付活着吧。叔叔你好。你好。进来看一下你家院子可以吗？可以。农村就这个样。好。这地方不行，这地方是最冷。这一冬天得5个月冷天，12月份到1月份3个月最冷的时候。那您这个柴火是自己在山上捡的吗？柴火是捡的，现在捡不着了。那咋？山上也不让你去捡，就是自己种地，有这个草，有这个豆盖，完了买点煤。反正有的干的柴火能捡点，人家不让你砍伐了。明白了。黄豆。黄豆的。做油那个黄豆，苞米、黄豆就2样，现在就种这2样。苞米、黄豆。大豆种我们这个地现在就是包出去，有种大田的，好比你种，你有机器化，你种我包给你，一晌地多少钱，几亩地多少钱。
就这么就不用自己种不用了。自己了，到时候他收了粮，他卖的钱可以你给你递钱，哦，懂了，你自己不种了。自己不种了，种不动了，年纪大了，嗯，你没有车了，是的。机器化也没有，啥也没有，你种不了了，就可以包给人家。嗯。这有一个中俄画家小镇。这个村子进入到猫冬模式了，能够听到的声音是我脚步的声音，还有一些小鸟的叫声，偶尔可能会有几句狗叫声啊。太安静了，这个村子。好嘞。哎，挺好玩是吧？它自动转动的，您是俄罗斯族是吧？对对对。啊，那人说有钱人那个摄影照相，没有钱人弄不起，摄影都老贵了。当我看着眼前这名大叔长着俄罗斯人的脸，却说着地道的东北话，令我有些忍俊不禁。您是俄几代的？第三代。第三代。爷爷是俄罗斯族人。奶奶是啊。奶奶是俄罗斯人哈。对。然后爸爸是这个。爸爸是二代，爸爸也是混血。姥爷是那个是汉族。哦。对，我们这块基本都那事的。那个从俄罗斯进了一批那个妇女，那个就奶那辈儿的都是妇女。因为二战的时候。二战之后他们都寡妇了，都单身。就过来到。就上这边生活吧，就是。这边冬天好冷啊。老冷。这还不冷，这都零上，现在是，等零下30-40度的时候那就冷了。那好，走了。好，您走慢走，谢谢你。不打扰你了啊。左边的这两位奶奶应该就是当时二战结束后啊，因为苏联那边就是女多男少嘛，很多人成了寡妇啊，就越过黑龙江来到了中国的这个地方，跟中国的汉族人成家以后，几头奶牛啊。前面那位就是刚才跟我攀谈的一位大叔啊，山东来的，然后奔着他姑姑来的，因为他姑姑在这边。这里写着边境管理区啊，在北方这个叫跑兵牌是吧？那晴天北边是个城市啊，是俄罗斯的城市，叫什么什么布拉维申斯克是什么玩意儿啊？不太清楚。这个原先这个岛子都是争议岛，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岛是怎么划分？划到咱航道在北边，划到咱中国这边。这有轮船，从佳木斯啥的，往这运黄豆啥的，有大型货轮。这2天这没冻上江，没封上，封上以后，这边防兵就开始插界了，插上小红旗儿。你看这铁丝网啥都不让你过去。那他们过去的有一个过去在那边那个种地的，有一个村子全是陕西人。整个，但是陕西说陕西话，中国的汉字不会写了，全是整个一个屯子，就那边是陕西人。这陕西人住到俄罗斯领土上了。但是不会说中国话了。陕西话会说。这里你们小时候就是结冰的话，会到那个江上玩吗？过去，小时候真是过去。真的过到这样了？就是游到那个游到岛上。那时候79年是80年的时候，咱跟俄罗斯不好，人那边那大炮都给你架。把大炮架上了。现在这里的平房呢，每间的居住状态都不一样。你像这一间都长满了杂草了，而且杂草都已经枯黄了，显然是已经有些年头没人住了。如果说他的院子打扫得很干净的话呢，那些一定是还有村民在生活着的。而如果说他的院子既没有杂草，但是有很多的积水，没有人清理这些积水的话，应该就是说冬天啊，这个村民呢就去别的地方生活了，所以呢房子就空出来了。
这就是大的农场主吧，他们有大型的机器，所以可能承包部分村民的土地，给回村民一些租金这样子。齐克镇边江村甲级卫生室。你比如说像这一间，它的积雪只有这个猫的脚印啊，可见是其里面的主人已经搬到别的地方住了，然后这样。你是在这长大的吗？对，在这长大的，边疆村长大的。这边疆村，我家是山东叶县那边的。叶县的，是哪一年过来的？是71年。71年。1971年。地上堆积如小山的一个豹谷啊。这边是还有一些煤炭，大概取暖用的。这些玉米球啊，也是取暖用的吧。咱们到黑龙江边走一走，我感觉真的每家院子都挺大的。你看，可以放很多大型的一些机器车辆。这户人家院子里面种了豹谷。黑龙江边疆村段示意图。哦，现在才2点多吧，可能就最多3点。你看哦，像边疆村呢，它就沿着江这么分布的特别窄。你像浚克县也好，以及我现在所在的边疆村也好啊，可以说是中国领土上啊，除了大兴安岭以及漠河那一片地方以外啊，属于是中国领土最北的一个地方了。这里跟俄罗斯接壤，所以这里有那种边疆小地方的那种地广人稀也好，或者说是非常的就是万物俱进的一个感觉啊。这里是边境地带啊，严禁越界，所以这里围了一些刀片网啊。下面在跑并排啊，这里应该也是看雾凇啊，就是雾凇季节的时候看雾凇的一个好地方。哦，今天的这个夕阳啊，才下午3点钟就特别红了，可能相机看不太出来。这里下午的4点10分就基本太阳落山了，然后4点30就天就黑了。哦，这户人家养了好多头牛，还有一些鸭子吧，我看的是俄罗斯族长相的。行走在边疆村，给我一种既陌生又刺激的感官体验。国内有许多既近又美的地方，比如新疆、北疆、四川、川西等，这些地方是游客的宠儿。在某个角落，或许你能安静地看云卷云舒，但你知道你与世界是有连接的，并非与世隔绝。在下一个路口，可能你就能遇到迎面而来的游客。但在边疆村，这里明明有手机信号，有连接南北的道路，却给我一种与世隔绝之感，仿佛遗世独立的无人之境。大概跟它远离历史中心的边缘地理以及极寒气候有关。于我而言，这种静谧是迷人的，但寒冷呢，也是绝对的，孤独是彻底的。在这一片仿佛是无边的荒原中，能够活下来的一花一草，其生命倔强而狂野。
咱们看到像有的房子虽然没有人住了，但他们是一个养鸡、养鸭、养鹅、养牛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像有的一些村民嘛，他可能住在逊克县，但是他回来照顾一下这些鸡啊、鹅啊，还是可以的。然后夏天的时候再回来种种菜、种种地，挺好的。所以这个房子他们不想卖，也是有这个原因在这里。想过田园生活的时候是随时可以全身而退，想要过这个城市里面便捷的城市生活呢，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进退都可以。这里还有养一头绵羊的，这是一片苞谷地啊，然后苞谷的叶子呢就用来喂羊啊。咩！我沿着这个江岸边的马路走了大概700-800米吧，我发现这个铁丝网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处缺口可以让你走到河边去的。我感觉这里的俄罗斯族跟汉族已经融为一体了，因为我看俄罗斯族男子跟汉族男子他们一起唠嗑啊、开玩笑啊，包括一起2个人去取快递啊。有一个汉族人直接问，就说：“哎，对了，你是儿几代来的？”有的村民家里面会安装一些个人的家用的一个摄像头啊，但是公家的摄像头好像没怎么看到。哇塞！你像有的人家，他的院子就是一大块的庄稼地，几百平米的。有一个，这群小鸟，我没来的时候他们叽喳叫，我一来他们惊跃寒蝉的，而且直接从树枝上飞到电线杆上了。这有一家亲情农家院，大概是夏天有一点游客的时候才营业吧。边境管理区啊，黑龙江省边防委员会办公室宣。哇，才3点35分，这个太阳就下山了。这房子倒是有几十户，但是感觉能够看到有人家的院子挺少的。这户好像荒废挺久了，杂草丛生的。这里应该是养一些牲畜的。好了，我明天啊。这嘎吃剩的帮你不打点回家？不要了。现在不粘了。我家河北的。河北的。我家河北，他们山东的。是哪一年来的这里？哎呀，我们早了，我就在这儿生的，爸爸都在这儿生的。那你爷爷过来的？对，爷爷过来的。那你家爷爷当时为什么来到这里嘛？那都是他妈的闯东北嘛，那什么，那时候不是关里家也不好过嘛。这关外可能闯一闯。对，闯关外的不是都，我爷爷来那时候，这会都是荒店。哪儿的都有，山东的、河北的。我爷爷来的时候，我爷爷上苏联了，在苏联了，在苏联，火墨
推磨的火磨，在那面说了一个苏联奶奶。我苏联奶奶，我有个奶奶，有个大爷，有个姑姑是苏联的啊。完了，我爷爷从河北过来的时候啊，结完婚回来的，上这儿来的。完了，我那个中国奶奶又找回来了。完了，我苏联奶奶就走了啊，这么的。哎，我家也是。反正我大爷和我大姑都是俄罗斯血统哦。我爷爷在那边，时间长了，他老找个媳妇儿，苏联姑娘好啊，就在那儿找个媳妇儿，生俩孩子。是，我那个一接都坏死。哎呦我操！你别给我拿这个了，拿这个干啥呀？这个没太冻好，回家冻。你看我来下，谢谢。哎，那个不行啊，一接都坏了。这我侄儿媳妇儿哦，对你真好。你是往那边走，就他一个了。现在他一个是什么？他是什么身份呢？他是无国籍，苏联的，在中国没有国籍。哦，无国籍。为啥中国不给他国籍呢？人家不入，他不想入。他属于侨民。哦，属于侨民。我们就是我现在有证。他们可能都没证。你的证件上写的是汉族还是俄罗斯族？侨眷。啊？侨眷，侨民下来完了就是那个什么。哦，所以就是后代就是叫我们现在就是侨眷。哦，我有那个侨眷证，头些年孩子上学啥的，都有积分，都有补助的。哦，那啥的。有那个证有好处哈。对，现在就是考大学啥的都加分的。孩子，太冷了，你早点回去吧哈。啊，没啥事你往那边走吧。好，我这个他车来了，然后呢我就上车了，你。行，可以。好，谢谢你啊。没事。再见。就是唠唠。广西，我儿子有个朋友，我儿子在广东。哦。我儿子在广东，我儿子的那个朋友在广西。你咋不去那个南方过冬呢？那边暖和。我去了，我不愿意去，在那怎么也不行，待不了。为啥？那边太热。儿子要给我们在那边买楼，让我们过去，我说不行，可不能那啥。我们县里有楼。浚克县。我现在就在楼上住呢，我这刚回来2天，完了再去。哦，就回村里面住2天。冷了。冷了就不在这住了。夏天还是回来这。夏天就回来种菜。很健谈啊，但是也很热情的一个大姐。你看，像这个院子就彻底的荒废了，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叫拖拉机吧，然后那边的那个平房都已经坍塌了。都有冰挂了。你看，吃这个南瓜，吃土豆，还有吃青椒，这伙食还不错啊。也有这样的房子啊，除了刚才那种以外。这小猫一直缠着我呀，喵喵，咋了？我没吃的呀。啥意思呢？我没吃的。哎呦，这是。我第一次被猫这么宠着，没习惯，我直接爬上来了。
你这么不怕人呢？一直跟着我走啊？是主人没喂你吗？我怕踩到你。我和小猫的一次奇遇啊！我跑出去那么远了，它还在追。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下集影片咱们将探索逊克县县城以及黑龙江省黑河市。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